俄罗斯军队这次在乌克兰吃了很大的亏，与北约在乌军进行的培训有直接关系。看来我们必须对美军在台岛的活动采取措施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台军退役少将表示，解放军有12套战法攻台。4月14号，台湾政治大学的台湾安全研究中心的副执行长、台陆军退役少将胡瑞洲接受电视采访，说解放军一旦攻打台湾会拿出12套战法来，而且还把这些战法一一的解释，这着实给台独分子泼了一盆冷水。胡瑞洲这个人在台湾岛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又懂军事又不怎么乱说话的人。虽然他对解放军怎么攻台也是靠他自己的猜测，但是从军事常识上来讲他显然要比经常上台湾电视台那几个所谓的专家要高明得多。比如说在2021年的5月份，胡瑞洲在接受台湾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解放军拥有东风导弹，美国航母是很害怕的，靠得越近被击沉的概率就越大。美军一艘航母上大约有5000人，如果被击沉的话，那就是5000场葬礼。美国有50个州平均一个州就有100场葬礼。假如美国人感觉这个事儿不能接受，一定要找中国算账，那可能就引发核武冲突。美国不至于要牺牲洛杉矶、纽约、底特律来换取台独当局的安全吧？对于美国会不会出兵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登陆，胡瑞洲的看法也算比较客观。他说，从这次乌克兰战争来看，美国最多就是按照援助乌克兰的方式援助台湾，这可能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美军是不会介入的。这番话在岛内普遍盲目崇拜美国的氛围下，也算是少有的中肯之言了。最近胡瑞洲表示，如果大陆决定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可能会有12种战法。这是岛内迄今为止对解放军作战方式推测最丰富的一次。我们不妨来看看胡瑞洲都预测了哪一些具体的战法。第一，叫做迷惑障眼，通过军事演习为奇袭做准备。第二引真示假，用货轮或者是民航伪装先行部队，迅速夺取机场的港口。第三，震撼威慑，针对台军的军事指挥所、机场、港口、雷达站重要的设施开展多轮的导弹攻击。第四，叫守株待兔，歼灭试图逃跑的台军舰或飞机。第五是要害点穴，使用电磁脉冲弹瘫痪电力和通信。第六，无人机舰开展智能的蜂群攻击是通过大量的无人机诱使台发射防空导弹，消耗台军的武器装备。第七，叫网状连战，用火箭军、空军以及陆军远程火力掩护登岛部队。第八，立体全域登陆，采取全方位、全实域、全空域的方式空降或沿海登陆，完成作战部署，阻止外力的介入。第九，引蛇现踪，外扩手术式的清除台残存部队。第十叫互联网3战，掌握媒体广播的舆论话语权，设立禁飞区、禁航区，招抚台湾居民。第11，叫做猎捕首脑，进行斩首行动，迫使台湾接受和谈结果。第12，叫战后治理，结合政治友好人士维稳工作，实现台湾秩序的恢复。应该说了，胡瑞洲所猜测的这些战法可行性还挺高的，这可能是换位思考的结果吧。在解放军拥有装备优势、兵源优势，特别是在远程打击火力和电子战方面，相对于台湾军队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那即使美国派航空母舰战斗群过来干涉，也已经无法影响大局了。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无非就是一个台湾抵抗不抵抗的问题。不抵抗不受罪，少抵抗少受罪，顽固抵抗那是灭顶之灾。所以胡瑞洲能说出来的这12种战法军事专业人员基本上都能想得到。最大的变数还是美国。我们在观察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和俄罗斯的应对措施，美国当然也在总结在处理乌克兰问题上的得失了。我们猜测美国下一步很可能做2件事，一是要加紧对台军的改造，提高其与解放军打对攻的能力。措施可能有售台进攻性武器弹药，
延长台军服役周期，进一步统一与台军的作战指挥系统，加强情报信息的互通等等。二是可能要加强对台军的培训和交流，这个里面大有文章啊。俄罗斯军队这次在乌克兰吃了很大的亏，与北约在乌军进行的培训有直接关系。看来我们必须对美军在台岛的活动采取措施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